好，来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拼装版的 DON 新出的这一个大比例的红蜘蛛。这回的红蜘蛛造型呢，其实来说有点像外传的那个，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元素还不太一样吧，可能是基于外传那个造型又重新改出来的。因为是一个拼装版，所以它并不有什么变形的一些机构啊，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可动的人偶了。当然，就跟之前风雷模型出的那些是差不多的，但尺寸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基本上和30出的那个尺寸是差不多的。因为目前是一个样板阶段的关系啊，我也是把贴纸贴完了以后看了一下效果吧，但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进一步的修整中吧，最后还得看它大货的一个素质啊。首先来看它的外观，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这个红蜘蛛的身形修的我觉得是比较美式漫画的一种风格，但是呢，这个和官图之前的那个电脑渲染图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我个人感觉这个蓝色呀，这个地方调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点，看看在大货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颜色变浅吧。现在这个深蓝色有一点点出戏啊，感觉就有点像美版的一些红蜘蛛玩具的一些配色啊，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啊，可能就是浅蓝色的话会好一点吧。然后我们拉进来看一些细节。首先来看一下头雕吧，头雕的一些刻画还算是比较细致啊。这张脸的造型来说呢，其实也能把红蜘蛛的一个奸诈表现出来，但是好看与否呢，我觉得还得看人们能不能接受这种美漫风的一个表现了。另外还会带2张替换面雕，一个歪嘴笑的，还有一个惊恐的表情，眼睛是透明架嵌入进去的。另外的配件还有4个替换的手型，也是为了做一些动作吧。从这个角度看，肩膀的进气口的造型还是比较好看的啊，这里边的一层一层的那个小格子啊，还是挺有味道的。胸口这里有涡轮的刻画，而且在透明的驾驶舱上边也用了茶色的玻璃。背后这里来看，基本上的元素和外传的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如果你速组的话，这2个大翅膀拼完以后就是塑料的原色的灰色，啥都没有，就是这里有2条黑的，剩下的这些细节条纹呢，其实都是贴纸贴出来的，所以贴这个贴纸的时候也是比较麻烦吧。侧面看翅膀的这里副油箱下边也是可以挂2组导弹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是样板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关节啊非常的松，这个翅膀这里的来回折的关节很松，看看能不能在大货的时候改进一下吧。反正目前就手上的这款样板组完了以后，这个关节第一个它很细啊，第二个2片翅膀是这样对夹起来的，夹起来了以后爆了一个桩子。虽然说是为了一个活动的范围吧，但是呢这里边并没有什么阻尼的感觉，而且对夹的这2片吧稍微松一点点啊，这一块就很明显。小臂这个地方的刻画很细致啊，用分件来处理，做了一些细节，而且这些管路啦、液压支柱啦什么的都做得挺漂亮的。但是呢，胯部这里的问题就出现了。胯部这个关节啊，其实跟翅膀那个关节也是一样的，它的大腿的这个连接的轴的部位啊，这里是2片跟这么对合起来。如果说夹住中间的这个桩子吧，也是很松的啊。这个地方看大货的时候能不能调整吧。腿部的这些拼装处理呢，也是一层包一层啊，左右一包，左右一包这样来组装出来的啊。其实这样的堆砌方法呢，之前说有点像乐高的那种组装感觉，而且在一些版型的刻画细节上面做的也还可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蓝色太深了，就很出戏，不太好看。而且里边的内构刻画也是用分件处理来的。武器方面，这回除了奶射线，还会带一把大枪。而这个枪的造型来说嘛，就是比较简单了。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威震天的那个枪啊，它的配色方面的一些问题来说，就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所谓这个 DON 的世界观里边，威震天是不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枪的造型啊？倒是上面有一些你需要用贴纸点缀出来的一些细节吧。可动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先把那个翅膀摘除掉。脚踝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球冠，来回的活动旋转没有问题。而且这里有一个点角的关节是独立出来的一个零件，后边这里的一个小的垂直尾翼啊，小心这个地方不要被绊到。膝盖这里是双关节，所以可动的范围也是挺大的，大于90度的一个活动。裙甲这里打开，前踢、后踢、侧踢、大腿旋转这里都有活动的关节，但是问题就是它太松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处理一下，或者说是改一改，能把中间增加一些阻尼，又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桩子做粗。如果说现在就这样的一个松紧度的话，即使说拼装的一些手艺人自己动手修复的话，也是很难支撑得住的。腰部这里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胸口下方这里做了一个弯腰的关节，其实这一块的弯腰也挺好看的。背后这里做了细节的刻画，而这里做的这个含胸的姿势还不影响来回的活动。前方的这个盖子刚刚好把机舱的上半部分可以这么遮起来，这个关节设计的蛮好。拉到上面来看，头部这里球形的关节来回的活动没有压力，肩膀这里其实也是可以旋转的。胳膊往前这里设计了一个前拥关节，后边这里有一个小的挡片跟这里打开，把这个板子抠开，你的胳膊就可以举起来了。但是呢，其实它举的并不是很高啊，而且你看这个关节又松脱下来了。肩胛这里连接奶射线的部位是独立活动的一个板件，然后呢，这里其实并不能外扩的旋转啊，这里只能二头肌的旋转，然后胳膊肘双段关节，所以屈的幅度还可以。手腕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啊，也是为了方便替换，但是这个手腕的支撑力度还行，拿着枪了什么的问题也不大。所以呢，胳膊的支撑力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安插上背包以后，我们来看，其实背包的根部这里是两个球形的关节，这两个里边是垫了2圈 PC 键的，所以你摆成一个 V 字的造型，把翅膀立起来，支撑是没问题的，它也撑得住。就是这个内外折的关节太松了。对比一下身高，我们把30的擎天柱放在旁边，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具体有多大的一个尺寸了。整体来说吧，它的拼装素质，首先就是颜色的部分啊，我觉得蓝色再浅一点，可能样子会更好看一些。其次，因为身上大部分都是塑料的板件，并没有上什么预涂装，一些细节都需要你一点点的用贴纸贴出来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些喷涂手艺的朋友们做一些旧化效果，或者说做一些真实的一些迷彩了、战损了，这些会比较好看。就现在素处出来的效果其实一般般。而整体的一个美术风格啊，它这种设计感觉，我觉得又融入了一些08动画的元素和外传的题材，做出来了这款 DON 的红蜘蛛的一种画风。工艺方面，因为是样板的关系啊，所以我不知道它大货的时候究竟会不会修这些细节。但我目前能挑出来的一些问题呢，首先胯部的关节这里有待加强，背后2个翅膀的转轴部位这个地方必须得改进，不然你会拿起来晃晃荡荡的，2个翅膀都在那里摆来摆去的，这一点其实很不好。然后就是加强一些腿部下方的一些支撑啊，因为个头是比较大的，虽然拼装板中间都是空心的，拿起来的重量其实并不重，但毕竟要支撑上半身这么多的零件，所以你下边的这些关节一定要加强。虽然说不可能调得太紧吧，但是起码的支撑起来的要保证一个万无一失。而且啊，我个人感觉啊，拼装的玩具不建议做这么大个的，因为尺寸一大了吧，你一些拼装的东西，一些元素吧，其实不适合做很大的。你做大产品的话，一些关节的支撑力度了，还有就是因为毕竟是要剪板件修水口的，所以你不能保证每一个玩家修出来的水口的精度差合，就导致了最终做出来以后越大越不好控制它整体的重心和稳定度。其实最终对于这个产品来说啊，是只有弊没有利的。与其这样，不如做一个小一点的。如果做小一点的话，其实身上的这些关节的支撑问题啊，可能也就好了一些。但就看这个大货的时候，这个厂子怎么去修改吧。而这一回的预定价格268块钱倒是不算贵啊，毕竟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尺寸。不过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还得看他家最终的一个实物表现的素质如何了。手上的这款样板件并不代表大货的最终素质啊，当然还有一些地方还是得修改的。那么这一期的 DON 拼装版的红蜘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